这一次的谈判，整个谈判团队经过多日的努力以及多次的协商，完成了这项工作，等于是击出了一支漂亮的全垒打。今天凌晨，由行政院郑丽君副院长以及杨振宁总谈判代表所率领的我方谈判团队，已经跟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谈判代表格雷尔率领的美方谈判团队，在美国华府进行总结会议，共同见证由我驻美代表处以及美国在台协会与美国商务部共同签署了台美投资备忘录 MOU， 敲定了有关对等关税以及232关税等等的投资内容。那么这次谈判代表所秉持的以及所要追求的4项的谈判目标，可以说全数的达成。我们第一个目标是希望对等关税能够再进行调降，因此谈判的结果，台湾已经争取到15%的对等关税，而且不叠加，计算的方式和日本、韩国等欧盟等国是相同的。其次，这个数字是我们从去年4月份的32%到后来的20%，这一次是降到与日韩等等相关国家同等的15%，这是具体的结果。第二个目标，台湾厂商赴美投资半导体以及半导体其他衍生产品跟其他项目的关税都享有232条款的最优惠待遇。同时，很重要的，我们也争取到汽车零组件以及木材等木材家具15%的不叠加。另外，就航空零组件，其中的钢、铝、铜衍生的零关税的产品也是零关税的，等等多项关于232关税的最优惠待遇。第三个目标，我们以台湾模式与美方进行供应链的合作，这有助于我国的业者在美国拓展半导体、ICT 产业的蓝图，进一步深化台美经贸的合作。其中呢，由台湾企业直接自主投资有2500亿的美元，是由台湾的企业自主的投资。另外，由政府的银行融资信保支持2500亿的美元。在投资的领域会包括半导体、ICT 供应链等等，这个会跟美国共同建立一个产业聚落，并请美方会提供我国相关业者有利的投资环境。台湾有护国神山，我们常说，只要主峰留在台湾，山在台湾，台湾就是山，我们就可以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第四个目标，在促进未来台美贸易能够更加的平衡，形成台美全球 AI 供应链战略伙伴的关系。从结果来看，这一次的谈判，整个谈判团队经过多日的努力以及多次的协商，完成了这项工作，等于是击出了一支漂亮的全垒打，值得我们为谈判团队表示很大的嘉许。那未来我们还要进一步来达成台美的贸易协议。所以以上这个承诺得来确实是不易。过去近10个月以来的时间，
政府一方面密集的谈判，另一方面，我们也率先推出了强化韧性的特别条例跟特别预算，并获得立法院的支持。去年的7月，我们先是面临到从32%的对等关税降到20%的一个变化，这是一个暂时性的关税。现在则进一步获得了跟所有对美国贸易顺差国家中最优惠的关税待遇，这也凸显了美方是将台湾视为重要的战略伙伴。我要再一次感谢郑丽君副院长、杨振宁总谈判代表及所有参与过这一次谈判从开始到现在的所有部会同仁，非常艰辛的努力、通力的合作，能够取得最终这么好的成绩。然而后续我们还有谈判要跟随的进行，也希望所有的部会相关单位一定要再接再厉，在这个基础上顺利的进行下一步，完成整个台美贸易的协定。而最终将来我们会依法送请立法院来审议，还是诚恳的希望朝野能够共同支持这一项得来不易的谈判结果。以上向各位报告，谢谢大家，感谢。